我们的银河系中充满了各种奇特而神秘的行星。其实这并不令人惊讶，因为只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太阳系，就能深切感受到行星世界所拥有的丰富多样性。这里有坚实的岩石行星，有庞大的气态巨行星，有表面沸腾如炼狱般的星球，也有冰冷刺骨的极寒世界。在我们的邻居中，有些星球拥有绚丽的星环，有些被众多的卫星环绕，还有些星球上肆虐着甚至比小型行星还要巨大的超级风暴。然而，一旦我们跨越太阳系的边界，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星际空间，我们后院里的这些奇观就显得相形见绌了。随着人类天文观测技术的飞速发展，探索宇宙的视野正在前所未有的拓宽。迄今为止， NASA 已经确认，在广袤的银河系中存在着超过6000颗系外行星。这个庞大的数字不仅代表着人类探索宇宙的里程碑，更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异星世界。在这些数以千计的系外行星中，虽然有许多似乎遵循着我们在太阳系中所熟悉的常规模式，但毫不夸张地说，另一些星球的存在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认知，显得极其诡异和打破常规。深空之中的极端环境孕育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奇观。想象一下，在一个星球上仰望天空，你会看到多个太阳同时悬挂在天际，或者在一个宛如地狱的世界里，天气预报会警告，今天将下起由熔融铁水组成的暴雨。不仅如此，宇宙中还存在着拥有庞大星环系统的天体，其星环的跨度甚至能达到金星环绕太阳的轨道那么大。更令人震撼的是，有些行星的体积或温度竟然超越了发光发热的恒星。面对如此庞大且离奇的行星家族，我们不禁要问，在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发现中，最奇异的行星究竟是什么样的？我们的银河系还为我们准备了哪些令人惊叹的奇观？在那些尚未被望远镜捕捉到的黑暗深处，还有哪些不可思议的奇迹正等待着我们去发掘？让我们踏上这场跨越光年的旅程，一起去见证银河系中最奇异的系外星球。说真的，你以为行星就是老老实实绕着一颗恒星转，像地球绕太阳一样365天一个轮回，温温柔柔？不，宇宙里多的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怪态。有的行星一年只有4个小时，有的天上下铁雨，有的比恒星还热，有的在漆黑的星际空间里孤独流浪，还有的顶着一套比土星环大200倍的光环招摇过市。先说时间，你觉得自己的一年太短，日子过得太快。有一种行星，它的一年只有4个多小时。你没听错，不是4个月，不是4天，是4个多小时。你刚吃完早饭，新年快乐；刚吃完午饭，新年快乐；刚吃完晚饭，还是新年快乐。这颗行星叫 K2137b， 围绕一颗红矮星运行。它离母星近到什么程度呢？比水星离太阳近了96%。你可以理解为，这颗行星几乎就贴在恒星脸上转。它的公转周期只有 4.3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它以极其疯狂的速度绕着母星狂奔。但这里有个问题，靠这么近，
它为什么没被恒星撕碎？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，叫洛希极限。简单说就是，当一个天体离另一个天体太近时，后者引力会把前者撕碎。就像你拿一根面条，两手一拧，面条就断了。恒星的引力就是那双手，行星就是那根面条。K2137b 恰好处于洛希极限的边缘，但还没越过去。它之所以能存活，是因为它的密度足够高。科学家推测，它可能是一颗岩石行星，密度跟铅差不多。说白了，它是个铁疙瘩，硬邦邦的，所以扛住了。但扛住不代表永远扛得住，潮汐力在持续消耗它的轨道能量，它正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螺旋坠入恒星。预计在大约几千万年后，它会被恒星吞掉。几千万年听起来很久，但在宇宙尺度上，这就是一个正在死去的行星。有意思的是， K2137b 还不是公转周期最短的，有一个候选体叫 KOI18433， 周期只有 4.25 小时，比 K2137b 还快那么一丢丢。但这哥们目前还是候选状态，没完全确认。而如果你把目光转向脉冲星周围，事情就更离谱了。脉冲星是什么？是中子星。中子星是什么？是大质量恒星死后留下的遗骸，直径只有几十公里，但质量跟太阳差不多。一查实中子星物质重达几十亿吨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把整个太阳塞进一个城市里的怪物。PSRJ17191438b 这颗行星围绕一颗脉冲星运行，公转周期只有2个小时12分钟。2个小时，你一部电影还没看完，它已经过了1年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科学家怀疑这颗行星可能是一颗被剥离了外层的白矮星残骸，主要成分是碳，而碳在巨大压力下会变成什么？钻石。没错，这可能是一颗钻石行星。当然，这个说法有争议。有些研究者认为它的密度更符合岩石成分，未必真是纯碳构成。但想想看，一颗星球大小的钻石在宇宙里飞奔，这画面也是够荒诞的。脉冲星周围有行星这件事本身就够离谱了。你想，脉冲星是超新星爆发后剩下的东西，超新星爆发时能把周围的一切都炸飞，冲击波能把方圆几光年内的物质全部吹散，别说行星了，连附近的半星都能被掀一层皮。那这些行星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主流的解释有2种。第一种，它们是爆发后重新形成的。超新星爆发会抛射大量物质，这些物质在脉冲星周围形成一个吸积盘，就像恒星形成时的圆行星盘一样，从这个盘里慢慢凝聚出新的行星。第二种，它们是爆发前就存在的行星，只是恰好处在轨道的某个位置上幸存了下来。这个可能性比较小，但不是完全没有。我更倾向于第一种，理由是人类发现的第一批系外行星恰好就在脉冲星周围。1992年，天文学家亚历山大·沃尔兹森在 PSRB 1257+12这颗脉冲星周围发现了至少2颗行星，后来确认了3颗。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确认的第一批系外行星。注意，不是飞马座 51b， 那是1995年的事。真正第一批是脉冲星行星。
这3颗行星的公转周期分别是25.3天和66.5天，质量大约是地球的几倍。你想想看，在一颗中子星周围发现了几倍地球质量的岩石行星，这是本身就说明行星的形成机制比我们想象的要灵活得多。连中子星这种极端环境都能形成行星，还有什么地方不行？从时间最短到时间最长，宇宙把刻度尺的2端都给我们展示了。一边是疯狂旋转的脉冲星行星，1年2个小时；另一边是孤独的圆轨行星，1年100万年。你对时间的理解在宇宙面前一文不值。说完了最短的年，再说最长的。有一颗木星级别的天体，公转周期可能长达100万年。100万年，人类文明有文字记录也不过5000年。这颗行星过一次年，人类文明从头到尾都未必能看到。这种超长周期的行星离母星极远，远到几乎不受恒星的引力影响。它们处于一种将走未走的状态，再远一点就会脱离恒星的引力束缚，变成流浪行星。说到流浪行星，这就是我要讲的第2类怪胎。你想象一下，一颗行星没有母星，没有日出日落，在漆黑的星际空间中独自飘荡，它的周围没有恒星的光芒，表面温度接近绝对0度，看起来就是一颗死掉的星球。但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流浪行星的来源主要有2种说法。第一种，它们原本在某个恒星系里好好待着，但因为引力扰动被其他行星弹射出去了。就像你在操场上玩跳绳，突然来个大个子把你撞飞了，你就离开了操场，在街上瞎逛。第2种，它们是失败的恒星，也就是说，它们的形成过程跟恒星类似，从一团气体云坍缩而来，但质量不够，没能点燃核聚变，所以变成了行星。这2种说法都有证据支持，但我个人倾向于第1种。理由是，银河系中流浪行星的数量太庞大了。根据2023年 NASA 和日本大阪大学的联合研究，银河系中流浪行星的数量可能是恒星数量的20倍。20倍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一颗发光的恒星，就有20颗看不见的流浪行星在黑暗中飘荡。这个数字太大了，光靠失败恒星这条路解释不了。大部分流浪行星应该都是从恒星系里被弹射出来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怎么找到这些看不见的东西？它们不发光，不发热，不绕任何恒星转，传统的凌日法和镜像速度法统统不管用。你拿望远镜对着天空看，看到的都是发光的东西。流浪行星就像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站在黑屋子里，你怎么找？答案是一个叫微引力透镜效应的东西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，引力会弯曲时空。当光经过一个大质量天体附近时，它的路径会发生偏折，就像你往水里扔一颗石子，水波会绕过石子传播。流浪行星虽然不发光，但它有质量。当它从一颗背景恒星前面经过时，它的引力会弯曲那颗恒星的光线，使背景恒星短暂变亮。这个变亮的过程可能持续几个小时到几天。你可以把流浪行星想象成一个隐形的放大镜，你看不见放大镜本身，但当它从你眼前经过时，背后的东西突然变亮了，你就知道那里有个东西。
NASA 计划在2027年5月发射南希格雷斯罗曼太空望远镜，这家伙将专门干这个活。科学家预计它能发现大约400颗地球质量的流浪行星，400颗。而根据这400颗的统计数据，我们可以推算出银河系中流浪行星的总数。目前的估计是从1000亿颗到数万亿颗不等。数万亿颗看不见的星星在银河系中飘荡。说真的，你脚下的地球在宇宙尺度上不过是一颗绕着恒星转的特例，真正的常态可能恰恰是流浪。但流浪行星上能不能有生命，这是整个话题里最有意思的部分，也是学术界吵得最凶的问题之一。我个人的立场很明确，我认为流浪行星上可以有生命，不是那种在表面晒太阳的生物，而是深海的靠地热为生的生命。逻辑是这样的，流浪行星虽然表面漆黑冰冷，但如果它有浓厚的氢气大气层，氢气的温室效应可以锁住行星内部的热量。2011年，芝加哥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多利安·阿伯特和埃里克斯·韦茨发表了一项研究，模拟了流浪行星表面保持液态水的条件。结果发现，只要行星有足够厚的氢气大气层，加上足够的内核热量，表面温度可以维持在0度以上，形成液态水海洋，质量是地球3到4倍的流浪行星，在氢气大气层的保护下，完全有可能维持液态水长达几十亿年。同时，行星内核的放射性衰变会持续产生热量，维持地热活动。地热活动意味着深海热泉，而深海热泉恰好是地球生命起源最主流的假说之一。你想想，地球上有些生物生活在几千米深的海底热泉口附近，完全不需要阳光，它们靠化学合成能量为生，整个生态系统独立于太阳。管虫、流细菌、盲虾这些玩意儿在地球上海底热泉口活得好好的，压根儿不知道太阳是什么东西。如果流浪行星上有液态水、海洋和海底热泉，为什么不能有类似的生态系统？当然，反对者也有理由。他们说，流浪行星没有恒星，缺乏紫外辐射，而紫外辐射被认为是驱动某些生命化学反应的重要因素。另外，流浪行星的地质活动可能不足以长期维持，内核会冷却。这些担忧有道理，但我认为它们不构成否决条件。地球上的深海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，生命的韧性远超我们的想象。当然，这个假说目前还无法验证，但罗曼望远镜发射后，如果我们能找到足够多的地球质量流浪行星，下一步就是想办法观测它们的大气成分。如果某颗流浪行星的大气里有甲烷、二氧化碳或者水蒸气的迹象，那就值得认真对待了。说真的，你肯定也想过，宇宙里最孤独的事情是什么？一个人在荒岛上？不，一颗行星在星系间飘荡，连母星都没有，这才是真正的孤独。但孤独不等于死亡。也许在这些黑暗的世界里，有些东西正安静地活着，不需要任何恒星。还有一层更深的意味，如果银河系中有数万亿颗流浪行星，其中哪怕只有1%具备宜居条件，那也是数百亿颗在黑暗中独自漂泊的世界，每一颗都可能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。
这个数字大到让人不得不认真对待。所以下次你抬头看夜空，看到的那些星星只是银河系里的一小部分，真正的多数派是那些你看不见的，在黑暗中沉默的流浪者。他们不发光，不发声，但他们可能才是银河系里最热闹的地方。好了，把目光从黑暗中收回来，我们去看那些有2个太阳的世界。你可能看过《星球大战》，卢克天行者站在塔图因星球上，看着2颗太阳同时落下，那个画面很经典，但你觉得它是科幻？不。2011年 NASA 的开普勒望远镜发现了一颗叫开普勒 16b 的行星，它是人类确认的第一颗环绕双星运行的行星。开普勒 16b 距离地球大约200光年，大小跟土星差不多，围绕一对双星系统运行。这2颗恒星，一颗是橙矮星，一颗是红矮星，它们互相绕转，而开普勒 16b 绕着2颗恒星的总质心运行，它的公转周期是229天，这意味着在它上面每隔229天就能看到2颗太阳同时落下。双星系统在宇宙中非常普遍，实际上银河系中大约有1半的恒星系统都是双星或多星系统。但行星在双星周围能不能稳定存在，这个问题困扰了天文学家很久。这就是三体问题的一个变体。三体问题说白了就是3个天体在引力作用下如何运动的问题。牛顿在300多年前就发现，三体问题没有一般性的解析解，也就是说，你没法写出一个公式来精确预测3个天体的未来运动轨迹。庞加莱后来证明了，三体系统对初始条件极其敏感，一个小小的扰动就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。但开普勒 16b 的存在告诉我们，三体系统并非必然混乱。有一种特殊情况叫限制性三体问题，当第3个天体的质量远小于前2个时，它的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预测。开普勒 16b 的质量远小于2颗恒星，所以它虽然身处三体系统中，但轨道可以保持稳定。这里我要站个队，有些学者认为双星系统中的行星轨道很难长期稳定，因为恒星的引力扰动会逐渐把行星甩出去。但我认为，只要行星距离双星足够远，远到双星可以被视为一个引力中心，轨道就能稳定。开普勒 16b 就是证据。它距离双星大约1亿公里，刚好处于这个安全距离上。当然，太近了不行，太远了也不行，会有一个稳定窗口。如果地球有第2个太阳会怎样？说真的，别想太多。不管那第2颗太阳是红矮星、蓝巨星还是红超巨星，引力扰动、极端温度和恒星耀斑都会让地球的宜居性瞬间归零。红矮星会频繁爆发耀斑，把大气层剥光；蓝巨星的辐射会烤干海洋；红超巨星随时可能爆炸。2颗太阳听着浪漫，实际操作起来就是灾难。所以开普勒 16b 上不可能有生命，至少不可能有我们理解的生命。它太冷了，表面温度大约-70度到-100度。但作为人类发现的第1颗塔图因世界，它证明了宇宙中确实存在环绕双星的行星，这就够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真正的炼狱。你知道地球上最热的地方在哪里吗？死亡谷，56度。你觉得热？有一种行星
表面温度2400摄氏度，不是240，是2400。铁在这种温度下直接气化，变成蒸汽。这颗行星叫 WASP-76b， 距离地球大约640光年，位于双鱼座方向。它是一颗热木星，质量和木星差不多，但体积是木星的2倍。它离母星极近，比水星离太阳近了12倍。WASP-76b 被母星潮汐锁定了。什么叫潮汐锁定？就是它永远以同一面朝向母星，就像月球永远以同一面朝向地球。它的一面永远是白天，另一面永远是黑夜。白天那一面温度高达2400摄氏度，这个温度足以让铁、钴、钨等金属气化，变成大气中的一部分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站在 WASP-76b 的白天面上，周围的大气里有铁蒸汽在飘，不是铁水，是铁的气体。你的呼吸里全是铁。但这还不是最疯的，因为白天面和黑夜面之间有巨大的温差，白天2400度，黑夜1500度，差了将近1000度。这个温差驱动了超级风，风速达到每小时18000公里。这些风把白天面的铁蒸汽吹到黑夜面，在温度较低的地方，铁蒸汽凝结成液滴，然后下雨。铁雨，天上下的不是水，是融化的铁。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，在 WASP-76b 的晨昏线上，一边是灼热的白昼，大气里翻滚着铁蒸汽，另一边是相对凉爽的黑夜。铁蒸汽在这里凝结成液滴，像金色的雨帘一样从天而降，风速18000公里每小时。这些铁雨落在地面上，汇聚成铁的河流。这颗行星的公转周期只有43小时，43小时过完1年，在1年里，你能看到铁雨下了又停，停了又下。但 WASP-76b 还不是最热的，如果它排第2，那第1名的温度会让你怀疑人生。KELT-9b 距离地球大约650光年，位于天鹅座。这颗行星的日面温度高达4300摄氏度，4300，这个温度比许多红矮星的表面温度还高。也就是说，这颗行星比一些恒星还热。KELT-9b 围绕一颗名为 KELT-9的恒星运行。这颗恒星本身就不是什么善茬，表面温度高达10000摄氏度，是太阳的2倍。而且 KELT-9非常年轻，只有3亿年的历史，正是最暴躁的时候。KELT-9b 离它极近，公转周期只有1天半，1天半就过完1年，同时被4000多度的辐射烘烤。在 KELT-9b 的日面，温度高到什么程度呢？连分子都保不住。氢气分子，也就是由2个氢原子组成的分子，在日面会被直接撕裂成2个单独的氢原子，化学键在高温下断裂了。而当这些氢原子被风吹到温度相对较低一点的黑夜面时，它们又会重新结合成氢气分子。这个过程叫做解离和重组。你可以理解为，在这颗行星上，分子在白天被打碎，在夜晚重新拼好，第2天再被打碎，周而复始。更夸张的是， KELT-9b 正在被恒星蒸发，它的高层大气中的氢以惊人的速度被恒星风吹走，进入太空。这颗行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，就像彗星一样，
它正在缓慢地消失。科学家估计，它可能在几亿年内损失全部大气，最后只剩下一个岩石核心。但这里有一个我觉得很反直觉的点 ：Kelt 9B 的质量是木星的3倍，体积是木星的2倍。你说它这么大，为什么没被恒星直接吞掉？答案是，它确实快了。Kelt 9B 的轨道在衰减，潮汐力在一点一点把它拉向恒星，它最终会被吞掉，只是时间还没到。2颗炼狱行星，一个下铁雨，一个比恒星还热，但宇宙的怪异程度远远不止温度这一项。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体积。你觉得行星再大能大到什么程度？木星已经够大了吧？直径14万公里，能装下1300个地球，但跟接下来的这些比，木星就是个弟弟。先说一个真正颠覆认知的事实，行星可以比恒星还大。你没听错，行星可以比恒星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恒星的门槛不是体积，是质量。一个天体要成为恒星，它的质量至少要达到太阳质量的8%，也就是大约80倍木星质量。只有达到这个质量，核心的压力和温度才能点燃氢核聚变。质量不够就点不着，就只能是行星或者褐矮星。但有些恒星在演化过程中会把外层物质抛掉，变成白矮星。白矮星是恒星的核心残骸，质量很大，但体积很小，只有地球那么大。而围绕白矮星运行的行星可以比白矮星大得多。WD 1856b 就是这样一个例子，它距离地球大约80光年。2020年被 NASA 的 TESS 卫星发现。这是一颗木星大小的气态巨行星，围绕一颗白矮星运行。白矮星的直径只比地球大40%，而这颗行星比白矮星大了7倍。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一颗跟地球差不多大的恒星残骸，旁边跟着一颗比它大7倍的行星，小的那个是恒星，大的那个是行星。完全反过来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白矮星是恒星死亡后的产物。这颗白矮星的前身曾经是一颗红巨星，膨胀到很大很大，理论上应该把附近的行星全部吞掉。但 WD 1856b 活下来了。它为什么没被吞掉？科学家推测，它原本在很远的轨道上运行，后来通过某种机制迁移到了现在这个近距离轨道，可能是跟其他行星的引力相互作用把它甩了进来。但说实话，具体机制目前还是个谜。2025年，韦伯望远镜对它进行了观测，发现它的大气富含甲烷，温度低到零下87摄氏度。这是目前直接观测到的最冷的系外行星，一颗从恒星死亡中幸存下来的行星，现在安静地绕着恒星的尸体运行。说真的，这有点悲壮。而如果你要找真正大的行星，那 GQ Lupi b 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。GQ Lupi 距离地球大约500光年，2005年被发现，它的半径估计是木星的3.5倍，3倍半。如果把它放到太阳系里替代木星，它会占据半个内太阳系的空间。但它的身份有争议，有人说它是行星，有人说它是褐矮星。褐矮星是什么？是介于行星和恒星之间的天体，质量比行星大，但不够点燃核聚变。你可以叫它失败的恒星。GQ Lupi
B 的质量估计在木星质量的几倍到20几倍之间，这个范围恰好横跨了行星和褐矮星的边界。这其实暴露了一个天文学里的尴尬事实：行星和褐矮星之间没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。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把13倍木星质量作为分界线，13倍以下算行星，以上算褐矮星。但这个数字是人为规定的，自然界并没有这样一条线，质量是连续的，从1倍木星到80倍木星，中间什么都有。所以 GQ Lupi 到底是行星还是褐矮星？说实话，我认为它更可能是一颗褐矮星，理由是它的形成方式更接近恒星，它周围有一个尘埃盘，这是恒星形成的特征，不是行星形成的特征。行星通过荷西基形成，恒星和褐矮星通过引力坍缩形成。GQ Lupi b 看起来更像后者，但不管它是什么，它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事实：宇宙中的天体体积可以大到超出你的想象。最后，我要讲一个真正的巨星结构，它不是最大的行星，也不是最热的，但它拥有一套全宇宙最壮观的星环系统。这颗天体叫 J1407b， 距离地球大约434光年，位于半人马座方向。它被称为超级土星。为什么叫超级土星？因为它有星环，但不是普通的星环。它的星环系统直径达到1亿8千万公里，是土星环的200倍。土星环的直径大约28万公里，跟它比起来就是个小圈圈。1亿8千万公里是什么概念？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1.5亿公里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把J1407b 的星环放到太阳系里，它的外边缘会延伸到地球轨道以外。这套星环系统比太阳还要大。2012年，天文学家 Eric Mamajek 首次报告了 J1407b 的观测数据。当它从母星前面经过时，造成了长达56天的掩星事件。56天，这意味着它在母星前面走了56天才走完。在此期间，母星的亮度发生了极其复杂的变化，时亮时暗，有的时候甚至被遮蔽了95%的光芒。你想象一下，你是一颗恒星，突然被一个巨大的东西挡住了，而且一挡就是56天，大部分光都发不出去。这不是行星零星，这是行星盖被子。科学家从光变曲线中分析出 J1407b 至少拥有30多个环状结构，每个环宽达数百万公里。在距离中心6100万公里的地方，有一个明显的巨大缝隙，这暗示着那里可能存在一颗质量较大的卫星。就像土星环里的缝隙是卫星造成的引力扰动一样。但 J1407b 的身份也有争议，它的质量估计是木星的13到26倍。如果按13倍木星质量的分界线来看，它可能已经是一颗褐矮星了。而且自从2012年那次掩星事件之后，再也没有观测到类似的第二次事件。这意味着它的公转周期可能非常长，10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等到下一次。也可能那次掩星事件是一次性的，也就是说 J1407b 可能不是围绕那颗恒星运行的，而是恰巧路过。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。理由是，如果 J1407b 真的围绕那颗恒星运行，按它的环系统规模和距离推算，
公转周期应该在10年左右，但10几年过去了，我们没有看到第二次衍星。如果是路过的，那就说明那套巨大的星环可能是原行星盘，也就是恒星形成时周围的物质盘。那 J1407b 就不是行星，而是一颗带着圆形星盘的年轻褐矮星。但不管它是什么，那套星环都是目前已知的最壮观的环状结构。如果未来能确认它确实是行星的星环，那它就是当之无愧的环王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，宇宙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不按常理出牌。有的一年只有几个小时，快到来不及反应；有的100万年才过一次年，慢到忘记了时间的存在；有的在天上挂着2个太阳，有的在黑暗中独自飘荡；有的下铁雨，有的比恒星还热，有的比恒星还大，有的顶着一圈比太阳还大的光环。6000颗系外行星已经发现了这么多疯子，但银河系里有1000亿颗恒星，每颗恒星周围可能都有行星。我们发现的不过是沧海一粟，还有多少奇诡的世界在等着我们去发现。说真的，每次想到这些，我都会觉得地球特别平凡，也特别幸运。没有铁雨，没有4000度的高温，没有被弹射到星际空间，没有2颗太阳搞来搞去，就是安安静静地绕着一颗温和的恒星转着。365天一个轮回，不多不少，平凡本身就是一种幸运。你今晚能躺在这里听我讲这些，本身就是宇宙里小概率事件的叠加。好了，收回来。那些下铁雨的，比恒星热的，在黑暗中流浪的世界，它们确实存在，确实很疯，但跟你没什么关系。你的一年还是365天，你的天空还是一颗太阳，你的雨还是水的雨。你躺在这里，觉得一切理所当然，但你要知道，这份理所当然在宇宙里是稀缺品。6000颗系外行星，6000种各不相同的疯狂，而这才刚开始。罗曼望远镜2027年上天，韦伯望远镜继续观测，还有8000多颗候选体等着确认。下一个让人下巴掉下来的怪胎，可能就在不远处。你可以点赞收藏，改天睡不着的时候再翻出来看看，想想那些在铁雨中旋转的世界，想想那些在黑暗中独自飘荡的行星，想想那套比太阳还大的星环，然后你会发现，能躺在一颗普通行星的普通表面上，看着一颗普通的恒星升起，已经是宇宙给你最好的礼物了。晚安。